好，因為呢，立法院對總統府的特別費啊凍結2000萬，然後呢刪掉1000萬，所以總統府就說呢，中秋月餅哦，本來要買15000盒的，還是15000個哦，這個弱勢團體月餅的，現在不能買了。那盧秀燕就說沒加哦，台中市政府會包1300盒哦，那所以呢1300盒大概要40萬哦，然後另外呢這個。還有其他的這個弱勢團體也說，好，我買你350盒，大概12萬啊，因為市政府、縣市政府都有他一定的這個預備金啊，或者是他的特別費了哈。盧秀燕說很奇怪，就說你中央政府總預算有3兆，3兆這個問題還不能解決，你不是只有總統府特別費，你要很多的社會福利啊，很多的錢可以用啊，不能用呢，不是很奇怪嗎？哦，那另外呢，這個民進黨就罵盧秀燕。所以你叫做移花接木、說謊哦，偷換概念哦，說呢是你們國民黨種下的惡果，你們刪掉我們的這個特別費，然後呢說不放過弱勢團體哦。那另外呢，而且呢，民進黨林楚茵點名8個國民黨的立委，這些立委很多是要去選這個縣市長的了哈。那就是說呢，你們是配合國民黨欺負弱勢哦，而且呢，你們呢這個砍了國務機要費。所以變成這些庇護工廠呢，只能自己來自救啊。那我們看預算哈，一共呢社會福利有1.3438兆，國防預算呢明年會有1.1225兆，地方補助呢1.3579兆哦，都是過去的這個2016年的3倍哦。然後呢，這個比照這個川普要求的 GDP 的3%。哦，然後呢，這個社會福利其實預算也很高，比國防還高哈。那個錢到底用在什麼地方？哦，經濟部說呢，我去年光經濟部就買了1475萬，今年會繼續買哦。所以換句話說，就算是總統府那邊暫時被凍結了，那你就把凍結的原因取消，不是就不凍結了嗎？哦，那其他的部會地方政府也是可以買的，也不是不能買的。我們看一下。洪小玲煽動總統府國務機要費3000萬，讓總統府被迫取消向庇護工廠下單的1.5萬中秋禮盒。要選雲林縣長的立委張家俊宣布捐1個月薪水下單縣內社福機構的全數月餅。台中市長盧秀燕也接棒力挺在地。總統府的棄單，我們要想辦法接單哈。那所以呢，我們按照同樣的數量來向我們台中市境內的這些弱勢團體來採購。來，這個顏值怎麼看？我覺得第一個就是說，民進黨還是要搞清楚為什麼國務機要會被刪、會被凍啊！最主要原因就是因為現在總統動不動就叫行政院長不要附屬立法院的法案嘛。那其實立法院也沒有辦法，那所以就透過這種方式然後表達我們的訴求。那現在台灣到底還算是一個民主國家嗎？因為正常來講，民主國家應該是主權在民嘛，然後透過代議士、國會，然後制定法案、法律，然後讓行政機關依法行政。那現在國會多數就是藍加白嘛，那結果多數制定的法律，行政機關不高興就可以直接透過所謂他們的不附屬，就讓這個法律直接失效。那行政權怎麼會叫做依法行政呢？他根本就凌駕在這個法律之上啊！他喜歡的法律他來執行啊，他不喜歡的法律他就假裝沒看到啊！這個就是人治啊，這個就不是民主啊，就是要看賴清德高興啊！所以當然立法院透過這種方式，然後表達我們的訴求，其實最主要原因在這邊。那總統府現在就找到一個什麼弱勢，說因為我國務機要費，我要去買庇護工廠東西，然後你把我刪掉之後，你就是等於是你就是把這個錢刪掉。我再強調一次，我們不是刪弱勢的預算，我們是表達你今天總統，你是中華民國的總統，你不是中華民國的皇帝，好不好？你不要故意把這個事情拿去這個亂扯一通。好，那現在大家講到買庇護工廠的東西，我們盧秀燕講的沒有錯啊。這他為什麼提到就總預算3兆？其實根據我們通過的身心障礙者權益保護法，它裡面有一個規定啊，規定說所有各級機關的採購啊，這個採購包括物品跟服務，其中公告金額的10%要去購買那個庇護工廠或者是這個身心障礙者的這些相關東西，例如說買他們做的伴手禮或者是服務，比如清潔服務什麼之類，就是所有的採購金額的10%你要用在他們的身上。但問題是有達到這個金額嗎？我們那個有個同事廖偉翔，他就去查，也問過衛福部啊，就是現在所有的政府所採購的
應該要規定採購10%，但是現在只有完成6成，其中有4成是沒有做到。那這個4成換算成金額大概是7億到10億。換言之，所有的政府裡面，你應該還要再去買7億到10億的東西啦，跟服務啦，你都沒有做到啦。結果你現在國務機要費你被刪了1000萬，凍結2000萬，你就說我沒有辦法照顧庇護工廠。你如果要照顧，為什麼你不要求各級機關把應該買的東西補足呢？代表說你根本就沒有重視這一塊嘛，你就是只是要利用這件事情來攻擊在野黨嘛。你如果真心的說因為國務機要費被凍結了，你要嘛第一個你就附屬，第二個我真的不想附屬，我就是要跟民意對着幹，那你就請各級機關依法趕快去採購他們東西啊，因為法律也有規定在那邊，政府沒有做到啊。所以我覺得不管從哪個角度來看，我真的呼籲民進黨不要再情勒人，也不要一直利用這些庇護工廠這些團體，然後來達到政治的目的，我覺得非常噁心啊。我剛去查了一下網絡我問題是說，總統府國有機要費歷年購買庇護工廠的月餅到底有多少預算？要知道嘛。他這邊網絡是 AI 是這樣講的，他說歷年絕標金額在146萬到271萬之間，所以你抽100多萬，你現在整個都怪在上面，不是很奇怪嗎？对啊，不知道吗？其實那個是他們不願意做，拿這些弱勢這些庇護工廠的一個對象弱勢的族群拿來做操作而已啊，3兆，大家如果有印象，之前澳洲它跟中國有一些摩擦的時候，甚至我們之前有編預算嗎？結果它的紅酒我們把它買了。之前在有一些我們的農漁產品沒有辦法進入大陸市場的時候，比如說鳳梨、釋迦、蓮霧、石斑魚、白帶魚等等，那時候沒有辦法進到大陸市場的時候，那時候我們各部會也是沒有事先沒有編預算啊，可是還是買了。你只要願意，而且這個才100多萬，你拿來說嘴，這就是你願不願意做，你是不是拿來政治操作或者政治口水，這是很明顯的問題。3兆，要提醒我們所有的我們全體人民，3兆，因為這已經是歷年最高的預算，我們也刪減的額度也非常的少。对啊，你對於其他國家，你都可以拿錢出來買一些這樣他們的產品，那对我們自己的弱勢團體，你卻斤斤計較，這不是政府應該有的作為。楊佩君。我想這個剛剛他們講對預算講得很清楚，無論政治立場如何，盧秀燕想的是先不要讓弱勢團體承擔損失，我覺得這個決定就是值得肯定的。國務機要費不是只有買庇護禮盒這個用途，總統府在經費受限的時候，他本來就有責任重新排列這個優先順序，所以綠營應該回答的是，請問一下，為什麼第一個被宣布取消的就是這個弱勢團體買月餅的預算？你有沒有先盤點你自己的這一筆預算裡面本來要做的什麼宣傳啊、活動啊、接待非急迫支出，你有沒有考慮先把這些東西刪掉？然後有沒有尋求總統府的員工自發團購啊、企業認購啊、社會募捐，或者跟其他的部會去協調承接？總統府有沒有去想過任何一個可能的替代方案呢？沒有嘛，所以他就直接對外宣布說，因為國會煽動啊，所以這15000盒我買不了啦。他根本就是把這個弱勢團體擺在最醒目的地方，變成這一場預算戰當中的政治人質哦。那這個其實跟前面講的那個卓榮泰，不去勘災，然後說因為預算被刪，這一模同一套劇本哦。行政部門遇到這個預算的限制，第一個反應本來應該要去協調或者去這個以緩濟急，但是呢，他們總是把這個最容易引起社會同情的項目拿出來，然後告訴人民說因為在野黨，所以我這一件好事做不成哦。勘災把災民推到最前面，國務機要費把身障者推到最前面，然後去用社會對國會形成壓力，讓國會自公不敢監督或不想監督哦。中央政府不是民間小公司哦，剛剛2位委員都講了，這個預算規模之龐大，它是有很多的資源的行政體系，所以就算是特定科目受限，它不等於整個政府是完全沒有能力去解決哦。你看台中51萬可以接受這個把台中5個團體訂單吃下來，總統府跟行政院卻說這個兩手一攤，說完全沒有辦法，人民當然會對你提出質疑啊。所以我說真的，
從剛剛到現在，民進黨就是雙標仔了。內湖強降雨的時候積淹水，然後這個賴總統就說：“你看，過去內湖很少積水哦，很少淹水哦，地方政府應該有所作為，全面檢討原因。可是當南部淹水了，好，賴清德就說：哎，你大家少批評哈，因為這北部本來拿的錢就比較多。那現在又是一樣的，說盧秀燕用台中市公帑接單是拿公款做人情，哎，不是，前幾個禮拜才在講說總統府用國務預算去買這個庇護工廠禮盒，哎，是合理的公益支出。”所以總統府買叫做這個扶弱濟貧哈啊，台中買叫做政治作秀。你有沒有辦法用一個同樣的標準去做同一件事情的檢視就好了？不要讓大家一天到晚看你笑話。預算可以刪可以動，但是政府解決問題的能力不應該一起被凍結哦。那我認為盧秀燕接下來不是只有這個月餅的訂單而已，他甚至把中央政府應該做的責任都一起接下來的。不，基本上了哈，我就不解。一般傳統上講，當家不鬧事嘛，對不對？那民進黨你在野的時候鬧事就算了，因為他個性啊，叫鬥爭啊等等哈。但是呢，你當家還鬧事就很奇怪了，对不对？你賴清德，你不是只有南部台南市的總統，你是全部台灣2300萬的總統，選完以後就這個樣子嘛。所以你要照顧是所有的人民，所有的縣市，哦，不同的利益階層你都要照顧，而不是只說哦，當時只有這個綠營選我40%，我現在只要照顧這40%，不是這樣的。然後當家還帶頭鬧事，從來沒有看過這樣的事情。那你這樣怎麼解決這個台灣內部的問題呢？你當總統就要呼籲大家朝野坐下來好好談一下，到底該怎樣？你也不哦，真的很奇怪。休息一下就回來。好，趙建銘說他是被逼離婚的，我哪有想離婚？我是被逼的。陳信宇聽了以後呢，用國罵來回擊，哦，說呢這個，因為趙建銘曾經有說了，他的確對許千千有好感啊，哦，那結果呢，陳信宇說2年來他都被冷暴力對待，尤其下班以後6小時去哪裡也不知道啊，哦。那另外呢，當趙建銘親口說出他對許千千是有好感的時候，陳信宇就很氣，罵了一句啊。那另外呢，這個網絡他有發覺，好像有一個是許千千的在 IG 上的這個發言，他說權力遊戲底下的無辜炮灰，他認為自己是無辜炮灰了，被捲進不屬於自己的事情，真的很無奈。但無論面對誰，我都問心無愧，懂我的朋友也都懂。哦，所以呢，誰會寫這樣的東西呢？好像其他外人不相干，所以就被認為這是許千千自己的發文哈。他無辜炮灰，問心無愧。陳信宇就反嗆了：什麼叫無辜？什麼叫問心無愧？你為什麼要住他5樓？而且房租1個月只有1萬塊，管理費都要6000哦。你為什麼要住？不懂要避嫌嗎？哦，那另外呢，2300萬說子女的教育費，陳信宇說他自己存的什麼700萬啊、600萬等等。那趙建銘說他有歸還的計劃，哦，陳信宇就笑說還很好啊，但是沒有拿到錢之前，我還是要打個問號啊，哦，以我對他的了解，他會還嗎？哦，怎麼還呢？哦，那而且呢，趙建銘跟孩子說他會還，但是要兒子呢先發聲明擋媒體，說不要說我污了你們的2300萬啊，哦，所以呢，陳信宇說啊，大兒子也相當困惑。哦，說到底是在拖時間呢，還是怎麼回事？說10月5號再還，為什麼要到10月5號呢？現在8月底啊，哦，還有9月啊，哦，那另外呢，陳信宇替他算，說呢，你買了0050都翻倍了，我替你算報酬率啊，你2300萬早就突破8000萬了，哦，獲利5754萬了，獲利51.858，他算得很清楚啊。那他說那怎麼不給呢？哦，那說。他兒子不想站隊了，不想加入這裡面了，說怕講太多被誤會，哦，而且呢也沒有看爸爸的新聞，因為如果看爸爸新聞，絕對會很煩哈，哦。那另外呢，這個陳信宇的照片，因為說陳信宇說許千千照片還是趙建銘的這個網絡桌布上，所以呢陳信宇的照片也被網友設為手機的這個桌布。陳信宇說用我的照片幹嘛？難道是7月要鎮壓什麼鬼嗎？哦，好兄弟嗎？哦。那另外呢，陳時中說他心疼他媽媽哦，自揭傷口，這種揭傷口看起來好像有人談笑自若，內心都在淌血了，說鮮血汩汩，還有多久才能夠結痂？我們看一下。
跟他認識這麼久，我覺得沒到錢進到戶頭前，我們都要打一個問號。再談2300萬教育基金，趙建銘承諾會歸還給孩子，但期限壓在10月5號。為什麼要到10月5號啊？他沒有講啊，然後他也沒有說他投資了什麼，反正你媽就是要2300萬嘛，那我就還2300萬啊，你不要管我這些細節啦。老二部分是715嘛，啊，他說哦，那他要轉800，他這人隨心所欲，他是對數字很沒有什麼精確到小數點下第2位。日期金額都談妥，陳信妤持續和兒子更新還款進度，但母子4人使用的通訊軟體是時下很夯的 Discord， 陳信妤也被稱讚真的很年輕。真的不知道那個很潮，那是因為我的 LINE 每次我只要轉手機，或者有時候時間過久了，前面照片會不見，然後我就叫他幫我設好。母子互動良好，就連先前兒子瞥見趙建銘手機桌布是用許姓護理師的照片，都一併向媽媽稟報。消息傳出後，網友要聯署改用陳信妤照片。大家都用我的桌布啦，不用你寄。不要啦，7月嘛，我破7月鬼門關就可以，你拿掉了啦。要鎮住什麼嗎？今天還是年輕甜，好像就沒辦法，我老人。好像有看到說他什麼被權力捲入什麼之類的鬥爭下的炮灰。對啊，那他為什麼要住5樓？那他後面我們對話，他後面也嗆我，那教育怎麼看陳信妤跟趙建銘這事情？我覺得趙建銘這個拿着小孩的教育基金2300萬是問題的根源哦。不管怎麼樣，你到底什麼時候要還錢，這是陳信妤最大的問題。小孩也一起加入討債的行列。結果呢，趙建銘說：“我還要等到10月3號。現在才8月，你說10月才要還，這筆錢到底拿去哪裡了？大家都打個問號。更何況呢，陳信妤還說，如果你拿去買0050也翻倍了啊。結果我朋友一算哦，如果你是2023買0050，到現在不是翻倍，是2.75倍，所以不是2300萬哦，是6325萬呢。所以趙建銘到底應該要還多少錢哦？但是陳信妤看起來是說2300萬就可以了，還不跟他收利息，真的很佛心啊！我覺得陳信妤對趙建銘還是太好了。更何況你看趙建銘哦，他竟然還承認他在婚內對許芊芊有好感。這個全台灣的女性都人神共憤啊，怎麼可以接受這樣的事情？他講的一副好像理所當然然後還這個被傳出說疑似手機上還放着許芊芊的桌布，人家都已經結婚了，你還把這個你診所的護理師放成你的桌布，大家會怎麼去聯想？那護理師的老公又怎麼想？所以我覺得趙建銘再怎麼樣，他這樣子的一個做法，都是對陳信妤對小孩其實是有很大的問題。那當然，我覺得陳信妤到現在的整個轉變，我想大家也談了很多他現在的對媒體的談笑自若，或者是他對一切雖然他講說他可能還是愛着趙建銘，還沒有真的完全放下，所以他今天的一切作為，其實也是要讓大家知道說，在這段期間裡面這2-3年趙建銘從被關到出來他是怎麼樣的忍受，然後一出來之後趙建銘疑似許芊芊結婚之後就被兵變了的感覺，然後就整個換了一個人這對陳信妤來講，我覺得是一個蠻大的打擊，甚至他還說。趙建銘還叫他檢討，說你要檢討你自己做錯什麼。他說他這3年都在檢討，他到底做錯什麼，他想不出來。所以我覺得陳信妤應該要好好的這個放下，真的不是你的問題，是趙建銘的問題。賴真宇。我想這一出公主與駙馬爺的這個都市劇沒想到20年後，我們又文藝復興回來，又開始討論了。那基本上我個人認為他們的個人感情我們就不便評論，但是這整件事件呢，我想要跟大家來重複一下，大概有幾個問題呢？第一個是趙建銘自己犯的罪行，然後遷怒到他的家人身上，我覺得這是第一點。第二點，家庭冷暴力在這件事件上面可以看到一個堅韌的女性如何勇敢的去說出來，她這幾年來都是被冷暴力的狀態，所以我觉得這是給我們現在時下非常多的進入家庭的女性一個很好的一個示範。第三個最重要的問題是什麼？大家現在看到，不管到底是2300萬還是6000多萬，重點就是孩子們的教育基金被挪用，這3點才是這整個現在我們目前追劇最重要的問題。那大家很討論說，怎麼這樣子2個人夫妻之間的問題，怎麼討論到現在
必須要公諸於世，是各位注意啊，他3個孩子都已經年滿20歲了，都是成年人了哦。老大23，老大21，老三20歲。所以在成年人的孩子之下，他們要追討當初家庭對他的栽培的這些基金內容的話，我想這剛好這3點在都是現在趙建銘沒有辦法把它說清楚講明白的地方。來，佩君。我想這個陳信妤在鏡頭前爆粗口，就是一個非常明確的反應，就是一個人長期壓抑之後那種脫口而出的憤怒。但我倒覺得啊，陳志忠說姐姐是以傷口示人，希望家人跟世界用愛接住他。我倒想說，這個真的接住一個人，不是鼓勵他每天這個在揭露更多的婚姻細節，應該要協助他停止反覆的回到那個創傷現場，把財務跟法律的問題交給專業去解決啊。因為公開的爆料有一個殘酷的後果，就是你今天每多說一句，可能會得到一時之間輿論跟大眾的支持，可是你會讓你的傷口永久的停留在公眾視野跟網絡上。我們當然今天在座非常多人，或者網絡世界很多人同情陳信妤，可是當這個熱度過去之後，現在所有的訪問、照片，還有這些對話，都會在網絡上不斷的被搜尋、被轉傳。那甚至他們的孩子雖然成年了，可是這個接下來伴隨他們接下來人生，也許會被反覆的問到。那陳志忠講的那一句說，這個鮮血汩汩，還有多久才會結痂？可是真正的答案是，如果這個傷口你每天都去剝它，這都不會結痂的。所以其實其中最應該要趕快解決的就是財務的問題跟法律的問題嘛。那他3個兒子的這個2300萬的教育基金，趙建銘既然說要還了，那就接下來就是在他預設的時間裡面把款項匯入指定的賬戶。那陳信妤應該要讓這個會計師或律師去協助他做這件事情。那他們的婚變當然從20年前到現在都受到社會的關注，可是知名度不應該等於隱私完全失去保障，因為他們雙方都希望這個透過公開說明挽回自己在婚姻裡的尊嚴。可是当所有人在鏡頭前面努力證明自己受傷最深的時候，最後可能沒有真正的贏家。就是全台灣都在關心10月5號趙建銘會不會還那2300萬，或是加趙建銘說只會多不會少啊，到底要加多少？戴文君。其實他們因為知名度的關係，每一個家庭在其實現今的社會上面，每一個家庭或者大概類似的狀況非常多。可是茶餘飯後之餘不管他們的內容到底是怎麼樣，誰比較辛苦在這個婚姻的過程當中，可是大家更關注的是，哇，他們的小孩子的基金還蠻高的，因為一般的家庭其實有的甚至就學貸款啊，或者在整個過程當中，其實還蠻辛苦的。所以除了關注他們以外，這個由他們自己去解決。那其他的，我們還是希望可能在很多教育上面啊，或者其他可以政府可以做的，其實可能解決更多的問題。現在感覺股票很熱啦，它2300萬可以賺到好幾倍，可是那是一般人沒有想象不到的。好吧，我問了4個女生來，是，因為我一直在想說，就是陳信妤到底他就是以前很低調嘛，現在每天這樣跟媒體侃侃而談，然後有的時候表現很生氣，有的時候又表現很坦然，他到底是要做什麼？他的目的是什麼？那現在看起來可能就是主要是為了要他小孩的權益嘛，就是2300萬教育基金，然後趙建銘一直不還。那現在趙建銘有承諾要還嘛？我看到他的那個分配是這樣，就是2兒子800萬，3兒子800萬，那大兒子多一點，好像890萬再加20萬，可能是因為大兒子的教育基金比較少投入，所以投資報酬率比較高。那這樣算起來可能也有2500-2600萬。那接下來大家就看這筆錢會不會還啊？如果還了，是不是陳信妤就不會出來講？如果不出來講的話，就代表說，他就是為了小孩子爭權益，這是一件事情。第二個是看得出來他很愛趙建銘，然後所以他对許芊芊特別的在意，所以許芊芊不管是薪水多少一個月10幾萬嘛，然後房租只要1萬塊，然後趙建銘又什麼桌布什麼之類，他會比較不高興。那其他好像還好，像那個之前記者問那個陳信妤說，趙建銘有時候在網絡上撩妹，然後陳信妤就無所謂，陳信妤說這沒關係，我只在乎許芊芊。所以是不是到底是不是只在乎許芊芊？好，然後這是一個點。然後還有就是最近這2天傳出來的，就是說，陳信妤是不是因為想要選立委，所以他沒有要讓這個話題停下來？因為他最近好感度忽然提高很多，他變成一個有少女心，然後又照顧小孩，然後這的一個人設變得很好的人。那是不是要去選立法委員？那有人認為說，不管是要或不要，我覺得阿扁一定會希望他至少不要說不要，那就可以在政治上面得到一些籌碼。所以現在大家在看第3個點到底是不是會這樣子。休息一下再回來。
好，台北市長沈伯洋拋出都市林他最近政策其實不少，夜間市長等等。什麼叫都市林呢？我覺得還不錯了30-300。3就是我家裡只要打開窗就看到3棵樹，起碼可以看到3棵樹。然後30呢，這個綠的覆蓋率有30%，台北市有30%有綠樹的覆蓋率。300呢，是我住家的300公尺內有綠蔭的公園，這是他提出來的說他要設立規模10億的基金，10億是不夠的了要幫北市降溫，台北市哪是10億夠呢？不可能不過他這30-300的確是有一個目標，有一個數字那另外呢，說台北市的國民黨委員不照顧傳產跟弱勢，沈伯洋說蔣萬安為什麼不阻止他們？因為主要是無人機特別採購條例了說呢這個傳產弱勢很多，我們就要傳產去做這些無人機那你都不通過預算，你什麼意思呢？其實預算已經通過了，無人機預算都通過，1毛都沒刪那另外呢，就是各部會編的預算了。那現在特別條例明天要協商，那是另外的那另外呢，這個沈伯洋說他現在叫做帶起一股洋流，說帶來人氣也帶來錢潮所以民進黨議員說，你看蔣萬安夜生活不積極，那你看這個沈伯洋去哪裡哇，晚上夜市都很多人那就帶來了錢潮帶來了狂潮所以呢，沈伯洋也聽民眾去陳情然後呢說要把他的陳情的個資阿伯的個資要遮一下那另外呢，人氣來了，讓人氣來，錢潮就來了嘛所以民進黨就說蔣萬安的夜生活化不夠積極晚上太安靜了，台北市不像很多晚上很熱鬧等等那蔣萬安宣布不替白營的議員個別議員站台，剛好呢在巧遇這個吳怡軒巧遇吳怡軒同框也合照了在萬華雙福宮然後巧遇那另外呢，這個蔣萬安說要拼藍白席次的最大化所以也會要兼顧中正萬華，不但是國民黨的民眾的小計也要照顧。我們看一下。3層大蛋糕，祝你生日快樂！國民黨台北市議員鍾小平生日餐會面子很大，不止台中市副市長鄭肇興來祝賀，台北市大家長蔣萬安當然也不缺席。我再次強調，藍白席最大化當然是我的目標，我們也一定會全力來共同努力推動好的市政。下午才跟中正萬華的民眾黨議員參選人吳怡軒同台，蔣萬安晚上就來幫鍾小平慶生，畢竟同為國民黨籍，自家人得擺在第一位。選戰將至，蔣萬安拉抬小雞之餘，不忘宣傳政績。蔣萬安還說，別人都說他穩上，但事情沒這麼簡單。哇，你穩調誒，你沒問題驚到要死，所以拜託大家一定要倒救票。因為他的對手台北市長參選人沈伯洋現在也打出親民風，天天到夜市掃街拜票，人氣同樣很旺。哇塞，這 PS PS， 我剛才想說空氣清淨機，我剛才在想說什麼清淨機？竟然還有人拿出珍藏的30週年紀念 PS5 要簽名，連沈伯洋都不禁喊了聲哇塞！民眾拿着洋流標語，自制手牌，就是要跟沈伯洋拍上一張合照。從日落逛到天黑，沈伯洋鎖定夜市人潮拼曝光，而蔣萬安拉抬小雞固守票倉，各有千秋。真宇我看那個柯文哲吧，說是因為沈伯洋太弱了，所以蔣萬安沒有那麼在乎這個所謂藍白合不合，到底怎樣？我覺得是這樣子其實每個政黨都有各自政黨的主體性啦。那每一個市黨部都有自己對於候選人自己的規劃，我覺得各自政黨都要互相尊重啦。那但是我覺得我比較想要看到的是說，鍾小平感覺鍾叔他已經開始有點緊張了，然後頻頻的去找蔣萬安，因為過往好像看到他比較少跟蔣萬安有這麼多的互動，那我覺得這是一個好事啊。那對於蔣萬安市長來說，確實現在目前在台北市來說，他應該是魅力無法擋的狀態。那人人都會很希望可以跟他有些互動站台，我覺得這也是非常自然的。那包含到說，可能有跟我們白銀小雞達什麼特別巧遇什麼的，我倒不這麼認為，因為其實蔣市長他很多公開行程應該都是不分黨派都歡迎大家都來參與的啦齁。所以我覺得是這樣子你可以看到沈伯洋他現在一直不斷的去掃市場啦，或者是說他去逛夜市啊，我覺得這個時候反而是沈伯洋在幫蔣萬安在
打廣告。為什麼這麼說？你可以看他去逛的市場，他去掃的公園，他去逛的夜市，這些不都是蔣萬安實質在台北市運作這4年來下來的結果嗎？那他現在特別講到說，不管是說有樹木的問題啦，然後或者是說夜間經濟啊等等的，我覺得他如果提出好的建議啊，反而是呼籲他讓台北市現在目前民進黨的議員們可以趕快提案，但是似乎看起來是沒有聯動的所以我覺得是這樣子在台北市現在目前的大家長就是蔣萬安，那有不分黨派，有藍的、綠的、白的，然後無黨籍的，我相信每一位議員都會自己竭盡所能的來拼選票，就像剛剛蔣萬安市長特別講到，沒穩牙的啦，尷尬被戲啦。為什麼每一個人沒有到11月28號之前，票沒有投下去之前，沒有人敢說自己是穩的所以今天不管是蔣萬安也好，或者是沈伯洋也好，其實最需要的是台北市民如何檢視這4年來台北市市政有沒有做好，民意代表有沒有把民眾的需要講出來，我想這才是大家要看到的東西。嘉宇，沈伯洋幫你們議員到底有多少幫忙？候選人？我覺得沈伯洋所帶動的這個洋流的熱潮是有感受到的，所以剛剛講說，蔣萬安都知道沒溫雅但他自己給人家感覺好像覺得他溫雅所以呢，他到處你看輔選宜蘭啊、花蓮啊、南投啊、嘉義到處跑，可是唯獨台北市這個本鎮本能寺都已經失守失火了，他還搞不清楚狀況。沈伯洋體力真的超好，他早上6點去公園，晚上還可以去掃夜市所以你對沈伯洋來講，他就是一個努力的，他去實現他的夢想，去規劃台北市未來的願景。他提出了很多的政見不管是夜市長活絡經濟，或剛剛講的綠復綠的30-30-300，讓大家300公尺內就有公園，開窗戶就可以看到3棵樹等等，這些都是一個願景跟理想。可是相較之下，蔣萬安大家就問你4年到底做了什麼，他只會回答生生有鮮乳。這個從郝龍斌開始就有了，而且呢，台北市生生有鮮乳還每週才1次，人家黃偉哲1週就喝了3次，所以就被問說，那你遮陽傘什麼時候要蓋好啊？人家到處都有遮陽傘，結果你看萬華免費遮陽傘已經在用了，信義區號稱比保時捷還貴的700多萬遮陽傘，還沒有給預算就先發包，結果到現在還做不出來，這個市政能力真的讓人打問號那如果是這樣，還包括文山區最近被踢爆說400多萬做一個候車亭，還上面有鐵鏽，還民眾質疑說如果下雨那個鐵鏽滴下來，滴到我正在喝這個手搖飲珍珠奶茶，或是等等的時候，或者滴到我臉上身上，那感覺是什麼？所以大家就問到底蔣萬安你在這4年內對台北市或未來如果連任，你要提出什麼樣的願景跟目標？無論如何，沈伯洋都一直在提出他的想法，不管是對登山的熱情，他所提出來這個山系等等，你會發現說沈伯洋是一個對什麼都有興趣、有涉獵的人他喜歡打手遊，他喜歡戰鬥陀螺，他喜歡打籃球，他喜歡登山，他喜歡鄉土文化，什麼都可以侃侃而談。可是你問到蔣萬安，請問他的興趣是什麼？講不出來耶。然後你台北市政，你也不知道他到底在做什麼。我覺得蔣萬安唯一的興趣就是那3寶，問題是你有沒有把台北市的孩子照顧好，這個也是家長的一個問號。那佩君。我剛剛聽嘉宇在講不仔細聽不知道他在講沈伯洋，以為在講他最近認識的相親對象，一個喜歡登山並且打戰鬥陀螺的男子。這跟台北市長選戰關係是什麼？你登山，今天台北市長我們在選市長，不是在搞創意提案比賽。可是從沈伯洋的每一個政見，你看起來都以為大家在玩大學生的這種營隊。這個所謂的30-30-300原則，不是沈伯洋原創這是近幾年來國際都市這個樹林治理的常用的倡議概念，就是剛剛趙大哥講的，每個人住家可以看到3棵樹，然後社區樹冠覆蓋率要到30%，並且最好300公尺內接近一個公共綠地。這個方向對，但是在台北落實的難度很高。那沈伯洋有去評估它的這個可能性嗎？如果你真的要去談樹蔭公平，你就必須把456個里主里去盤點樹幹，現在樹冠了，現在覆蓋的率還有哪些區域要優先，然後哪些是要用現在的校園、市場，甚至是公宅？你道路要退縮，還是用私人土地？新增的綠蔭會不會排擠到我們的停車跟人行道這些空間？務實跟最困難的部分，他完全沒有提，但他拋出一個非常漂亮的概念，所以我說他像是大學生的營隊創意提案人。那再來，他講的這個都市林專法，我不懂他講的是中央法律還是台北市的自治條例。如果是中央法律這麼棒的法律，
第一，市長不能在議會跟議員一起通過，必須由行政院跟立法院通過嘛。那你自己現在就立法委員啊，這麼棒的專法，你怎麼在立法院不提案呢？你任期又還沒有結束，你也還在立法院上班呢，對不对？你薪水小偷，這麼好的專法，你怎麼現在不定？好，如果是地方自治條例，那你就要說明你是不是不知道，現在台北市有樹木保護自治條例，如果這個部分不足，你就告訴我們哪些必須要增加，審議過程或者是罰鍰的部分，你不要到選立委的時候就把問題丟給地方政府啊，到時候這個選市長的時候又把中央的立法當成自己的政見。你現在來選的是一個要執行市政的人，不是把不同層級的問題混為一談。那再來基金的部分也是，他說規模10億，但他另外一方面又說哦，每年可運用是5億，那會包含市府預算、特定稅，還有這個企業的認養。那你到底是要一次籌足10億元，還是你每年去編10億？那你的特定稅要課誰？稅率多少？法律依據是什麼？如果企業贊助的話，它可以得到什麼權益？你要怎麼樣去避免公園跟這個公共空間過度商業化？基金不是把錢放進去，樹就自己長出來，所以他的一切就是拋出很多想法，但是那些想法能不能落實，不知道，沒有人知道，可能這輩子也不會知道，因為我不覺得他會選上。然後再來就是他把台北市政府描繪成這個狂砍路樹，這是我最不能接受的。就包括這個民進黨上上下下一直在操作這件事情，我覺得是很愚蠢的，因為砍掉多少跟補植多少，這個數目都是查得出來的。你砍掉移除的大概是3164棵啊，補上去的是13200多棵，所以你一直去講那個砍掉，但是你從來不去正面面對說我們也補植了很多，還有為什麼要砍？因為他已經生病了嘛，可能會倒塌壓到人。台北市長不是創意提案比賽哦，市民要檢驗的也不是誰比較會發明新的名詞，是候選人能夠在提出政見的時候，同時兼顧它的合理性跟可以落實的這個機會，否則就是一個痴人說夢、這個畫大餅比賽。我想台北市民真的沒有這麼笨啊，就是不管哪個黨派，沒有一個市長會去故意砍樹的。你想這個道理嘛？好不容易種棵樹，幹嘛去砍它？一定是有它的道理了。休息一下再回來。好，民眾黨的前不分區立委李珍秀，因為國籍爭議哈，所以呢被民眾黨呢開除了黨籍哈。那他現在沒有立委資格，但是他今天正式在臉書發文宣布，竹北是我堅定的選擇，他要參選竹北市長，而且呢還寫一封信給親愛的竹北市民朋友們哦，所以他決定接受你們的面試與檢視。那會不會影響竹北的市長的選舉？那民眾黨的立委陳昭姿就問說，他能選嗎？不是資格有問題嗎？那另外呢，民眾黨提名的邱成遠說，我上個禮拜就知道了，因為他有來質疑，有去打招呼了啊。那黃國昌說，這個李珍秀要選竹北市長，對邱成遠已經提名的邱成遠不可能造成任何影響啊。那莊瑞雄說，民眾黨自己人打自己人很精彩啊，民眾黨在旁邊看啊。那另外呢，新竹縣選委會說呢，到底能不能選？它有2個條件。第一個條件，沒有在中國大陸地區設有戶頭；第二個條件，要正式聲明不具備中華人民共和國或其他政權的國籍就不能有雙重国籍，而且呢，在大陸沒有設戶籍那除了這個以外，那游盈隆說，到底誰來認定？不是中央選委會，是由新竹縣選委會來認定李珍秀到底有沒有資格那另外呢，就是因為現在有3個公投案嘛，說可能開票開到晚上什麼1、2點12點1點所以呢，藍白說要把它在一張選票上有幾個案子了。游盈隆說不可以，說呢好意變成壞意而且呢這個後患無窮，因為時間來不及準備了所以游盈隆批說這是一個餿主意，選務可能變成災難。我們看一下。好，國會風雲時間來帶你掌握立法院的最新消息，來關注到選舉的話題哦。因為呢，在竹北市長方面，藍白是陷入了合作的僵局。國民黨方面是提名了吳旭志，那民眾黨方面是提名了邱成遠，這個人選都還沒敲定哦。不過今天前立委李珍秀是在臉書投下了震撼彈，他宣布呢自己要來參選竹北市長，而且他說這個決定不是隨便決定的，他很早就已經來下定決心。對此呢，民眾黨的立委陳昭姿有最新回應，我們帶你來聽。
第一個，李珍秀他已經不是黨員了，好，就是說基本上，不是黨員的話，我們的對黨員的約束力是不會再發生在他身上。那第二個，我個人是尊重每一個人他要參選的這個參政的這個權利，哈，這個是憲法明定的哈。那只是我一點點好奇哦，因為李珍秀的離開哈，一開始的原因哈，確實是跟他的資格，陸委會內政部對他的資格啊，從政身為不分區立委的資格是有疑慮的，好，那現在他可以登記參選嗎？然後另外他如果當選後，是不是又用同樣的理由，當時同樣的理由，好，又說他沒辦法取得這個中國的這個除籍證明等等，好，那些理由應該是到今天沒有改变，好，所以這件事情本身也會複雜化，好，他這個參政的問題，但是我還是要重申哦，每一個人就是都有參選或參政的這個權利，我們給予尊重。來，文俊偉。針對李珍秀他個人的這個國籍的問題，到底可不可以哈？我想這個選委會在時間在審核的過程當中，大概就會提出來。那其實就這個部分，因為國籍的部分，包括南投縣之前也有議員，大概也有類似這樣的問題。我們希望說，其實整個在可能中選會必須定出一個非常明確的這樣子的一個標準。那這個除籍的這個部分，到底能不能獲得？應該要得到什麼樣的一個可能認證的一個相關的資料？我覺得這個可能要把它明確化，不然它還是持續會有相關的問題一直衍生，那也產生很多不必要的在選舉的過程當中這樣子的一個選務的考量。原只有兩個問題嘛，一個就是李珍秀的問題了，跟竹北的影響；第二個就是說那個公投放在一張選票上，那看起來袁玉龍是非常反对，到底怎樣？你們禮拜五要表決了，禮拜四啊，明天要表決。就是第一個李珍秀理論上啊，李珍秀應該是可以登記的，因為民進黨後來是他，其實李珍秀有做一段時間立法委員，他是給他1年的時間，就是叫他提出所謂的放棄國籍的證明，但大家都知道。他是陸配嘛，那他就沒有辦法提出這個放棄國籍的證明，所以當時我們就認為說，民進黨有故意在卡他啦，就是剝奪陸配參政的權利。可是登記應該是沒問題的，登記好像也不需要提出什麼證明，他只要聲明就可以，就是到時候會有一個表格嘛，那表格他只要勾說他沒有雙重國籍，他就可以登記。以前是這樣啦，所以理論上他可以選，但是是不是？民進黨會刁難他，跟他說你就算選上了，你1年之後如果沒有1年內如果沒有辦法提出相關證明的話，他就給他的公職身份把它取消。可是選，如果按照過去的做法是沒有問題。不過就算他可以選啦，我覺得他對於民眾黨的影響應該是分票的效益應該是不大，因為那時候李珍秀他在就是辭立委的後來1-2個禮拜，其實跟民眾黨鬧得很僵啊。其實我在立法院看哦。一開始民眾黨立委其實都還蠻挺他的，那可是呢，後來慢慢民眾黨立委就跟他有點漸行漸遠，然後以至於他後來就是辭職以後還上很多節目去罵民眾黨，所以你說在這樣子的過程當中，小草們還會支持他多少？我個人是非常保留，所以其實民眾黨也不需要，大家也沒有對他口出惡言了，反正就是說要選他就去選嘛。那至於說那個公投的部分，是因為那個。游盈隆啊，他一直講說3個公投就是災難。他之前在這個立法院，他就是這樣講。他說1個剛剛好，什麼3個就是災難，然後講了一大堆。然後那當然我們會覺得說3個就是災難哦。那從那個2018年那時候10個公投到現在，你們中選會都沒有進化嗎？你難道沒有針對那個時候公投的一些亂象提出一些改革的方式嗎？難道真的就是只要公投比較多就有亂象嗎？好，那我是很保留，我覺得他只是找借口，就不想要那麼多公投而已。那我们現在想說，那既然你認為3個是亂象的話，那如果一張選票裡面把所有的題目都放在上面，那大家這樣蓋是比較第一個比較方便嘛，然後第二個開票就是1張票嘛，你這樣照着念不是也比較容易嗎？我們的想法是這樣。那游盈隆又反對，但我看他反對的理由，其實我不太知道他反對理由到底是什麼。他只是一直在講說，哎呀，你們這樣子是好意變壞意啦，就一直講說這樣不對，這樣不對，這樣不對。可是其實他並沒有講出什麼具體這件事情不好的原因，所以我覺得，因為我們本來是禮拜5院會，那因為颱風關係，所以提早到禮拜4，也許明天就會讓這個過了。來這個曾宇哈，那李珍秀對開始我覺得大家都會支持他，後來什麼民眾黨把他開除黨籍，而且他到底，而且為什麼特別挑竹北去挑戰那個邱成元呢？
就我了解哦，就是大家都称呼她秀秀姐嘛。秀秀姐本来就是在竹北新竹那一帶啦，哈，她本來就是長期就是在那邊工作、創業等等的。那我覺得是這樣哦，對於台灣民眾黨的立場是。參政本來就是每一個人的權利，更何況他也是台灣新住民的代表性哦，他的孩子們也都是台灣之子，所以我覺得是這樣子哦。今天不管竹北到底藍白合的狀況與否，只要任何一個想要為竹北付出的人，他其實都有這個條件跟這個意願去參選。所以對台灣民眾黨來說，那今天其實我們的竹北市長的候選人邱成元也特別講了，他對於竹北的願景，他都有非常詳細的跟媒體朋友來說明，所以。我想，對於秀秀姐來說，她其實有她自己的想法，想要為她自己耕耘的竹北盡一份心力。我覺得，對於台灣民眾黨來說，我們就是尊重。那對於說，未來藍白合到底現在目前有沒有進展與否，我想這真的就是兩黨的首長們，我們的。黨魁們都可以來好好的來討論，但是對於任何一個候選人來說，真的就是兢兢業業的哦，把自己做好準備，因為其實現在選戰也倒數剩下90幾天了哦，所以還是不管任何的插曲出來，其實相互尊重，然後我們就是用一個兄弟跟登山各自努力的心態來去看就可以了。這李珍秀其實原本上一次就想要選竹北市長，後來轉而支持林冠年嘛。那加上說他被開除這個黨籍等等的之類的哦，他其實對於黃國昌也非常不滿哦，對民眾黨也有怨言，所以他這一次出來選，其實就是劍指民眾黨。那整個竹北現在就是大亂鬥哦，國民黨有吳旭智，然後民眾黨有邱成遠，然後還有個何幹什麼華的，之前當過這個竹北市長的也揚言要選。那民進黨這邊。也有曾盛凱哦，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其實整個就可以看到藍白合的縮影哦，在竹北或者是在其他縣市的議員選舉都是這樣，就是說都是互相有競爭的，很難說真的能夠整合出一個候選人來，尤其是贏面比較大的地方。那以民進黨來講，因為鄭朝方在竹北的政績真的太好，所以鄭朝方所奠定的基礎，對於民進黨候選人當然是比較有優勢，再加上現在藍白分裂的狀況，我覺得對於民進黨的候選人來講，這個是一個比較好的一個事情。我想這個李珍秀的時間點當然有很多值得討論的空間啦，就藍白協商還沒完成，然後自己跟民眾黨決裂之後，所以當然會被質疑說你到底是為了竹北還是為了這個幫自己復仇？但現在這個確實竹北藍白合作不能只靠理念相近4個字，一定要意識到民進黨有它的基本盤，我們如果拆散了，最後就算總得票數過半，最後還是會輸，這是一個很實際的這個數學問題。所以不管是透過公開的辯論或者是實質的協商都好，我覺得藍白要正視這個問題，要好好坐下來談。而且原來竹北就是民進黨的鄭朝方啦，沒錯，所以他有他的優勢嘛。如果藍白都不能整合的話，